这个男人正在追一个小女孩，刚伸手想抓住，下一秒女孩就摔倒在地上，没了呼吸。男人拉开女孩的裤子，跪在地上，嘴对着嘴。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阿姨看到，吓得她报了警。男人被逮捕了，成年男子奸杀女童，所有媒体都抢着报道，没人注意到他是想救那个女孩。这部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，男人叫龙九，是个智商只有6岁的智障患者。他生活困苦，却心地善良，和女儿过着快乐的小日子。直到这起冤案毁掉他的人生。案发后，警察带着龙九到现场，让他还原作案过程。傻傻的龙九照做了，他对着假人压胸、拍脸、嘴对嘴，甚至解开自己的裤子。人群愤怒了，人人都恨不得杀了他，可没人知道这是警察提前排练好的。他们骗龙九只要照做就能回家见女儿。就这样，龙九被判了死刑。入狱后，龙九遭到特别优待，监狱队长嫉恶如仇，看到龙九的罪名，当场就是一顿暴揍，接着把他送进了7号牢房。这个10平米不到的地方关着5个恶徒、诈骗犯、劫匪，还有黑道大哥。看龙九脑子不太正常，大哥一把抢过判决书，一看罪名，好家伙，又是一顿暴揍。监狱也有鄙视链，犯下这种罪只能被所有人孤立。可龙九并不在意，他每天蹲在地上，一遍又一遍写着女儿的名字。这天，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男人，这人在磨一支牙刷，越磨越尖。接着，他面露狠色，拿着牙刷向对面走去。龙九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那不是大哥吗？男人突然奔跑起来，手里的牙刷眼看着就要捅过去。龙九冲上去，一把推开大哥，自己却被刺伤了。大哥终于反应过来，几下解决了对手。这时狱警及时赶到，送龙九去救治。回到牢房时，龙九肚皮上的绷带还在渗血。大哥人很仗义，对龙九说：“你救我一命，我满足你一个愿望，要啥都行。”原来大哥在监狱很有门路，连狱警都卖他面子。可龙九这个愿望实在有点难办。几天后，监狱如期举办了圣歌会活动，一群人在台上蹦蹦跳跳，3个小孩尤其可爱。可镜头一转，孩子只剩2个，另一个被装进纸箱，一路推向了7号房。囚犯们打开纸箱，里面躺着一个小小的女孩。当她探出头，大家都笑了。女孩四处看看，一眼就看到坐在角落里的老父亲。日夜思念的女儿就在眼前，龙九控制不住激动，大叫着爬过来，紧紧抱住女儿。不要，快跑啊！不要！面对女儿的追问，龙九只能一遍遍道歉。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看着父女俩越哭越凶，一个大叔坐不住了，他怕事情败露被加刑，于是主动喊狱警想自首。大家拼命阻止，女孩也哀求他不要，可狱警已经听到了。女孩赶紧跑到门后蹲下。狱警问大叔鬼叫什么？他刚想说话，却被女孩拉住了手。告密的话就在嘴边，可看着这双泪汪汪的眼睛，他实在不忍心。大叔最后改了口，众人松了一口气，危机解除。父女俩再次抱在一起。女孩委屈地问：“爸爸不是坏人，为什么会被关起来？”龙九的回答很自信。活动结束，该送女孩走了，可圣歌队居然提前离开监狱，这下女孩出不去了。没办法，她只能被迫留在7号房。龙九高兴坏了，可狱友们后悔的要死。狱警每天查房800遍，一旦女孩被发现，他们都会倒大霉。于是5个大冤种每天都想破脑袋应对狱警。可龙九和女儿却因为这短暂的相聚很开心。短短几天，几个凶巴巴的大叔全都化身老父亲，对女孩宠爱有加。阴暗的牢房每天都是欢声笑语，可快乐的日子总是很短暂。一次查房中，女孩被抓个正着，队长暴怒要关龙九禁闭。龙九不知道自己犯了错，还嚷着要见女儿。一顿暴揍之后，龙九被扔进小黑屋，女孩也被送走了。监狱里消息传得很快，有犯人知道这事后借机闹起来，还在牢房纵火，扬言要整个监狱陪葬。火势越来越大，狱警赶紧疏散所有人，可犯人却发了疯不肯走，队长只能硬着头皮冲进去。此时慌忙逃生的龙九正巧经过，看见被熏晕的队长，直接一头撞了进去。队长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，他不知道是谁救了自己。医生告诉他，如果没有龙九，你早死在火场里了。队长看向躺在对面的龙九，浑身烧伤不省人事。他心里第一次产生怀疑，这样的人真的是诱拐犯吗？因为救人有功，龙九被特许和女儿见面。隔着玻璃，龙九着急地问东问西，他担心女儿一个人吃不好饭。探监时间很快结束了，眼看爸爸被拉走，女孩大哭起来。看到这一幕，队长彻底动摇了。一个深爱女儿的父亲，怎么忍心去伤害别人的女儿？回到孤儿院后，因为见不着爸爸，女孩病倒了。队长听说后赶去探望，可他没想到女孩对他只有一个请求。队长无言以对，看着女孩虚弱的脸，他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。
这天，一个纸皮箱被送到7号房，父女俩一见面就紧紧抱在一起，又哭又笑。狱警告诉他们，一切都是队长的安排。与此同时，队长开始调查这起案子。他找到龙九的认罪书，发现里面疑点重重。一个6岁智商的智障，怎么可能写出条理清晰的陈述？另一边，狱友们也在远程查案，他们不断引导龙九回忆当天的情况，通过各种线索的拼凑还原，大家终于搞清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案发当天，龙九想给女儿买水冰月的书包，小女孩主动帮他带路。那天地面结了冰，女孩没走几步就不慎滑倒，因为背着书包，摔倒的瞬间后脑磕到了地面，她的死完全是意外。龙九的举动也只是在帮她做心肺复苏，但因为女孩是警察局长的女儿，迫于压力，警方想快速结案，龙九成了替死鬼。队长找到警察局长，请他重审此案，可丧女之痛让局长丧失理智，他不接受女儿死于意外，一定要龙九陪葬。龙九想活，就只剩一次终审的机会。为了不让他出错，狱友们提前写好陈述词，每天监督他背，还时不时抽问，终于帮他记熟了。终审当天，龙九眼神呆滞，右脸带着伤。当律师问他人是你杀的吗？他沉默了很久。人们再次愤怒了，队长急了，站起来大喊被告现在精神不正常，请求法官休庭。可龙九却一遍遍重复。看着龙九认罪，台下的警察局长笑了。没人知道，开庭前他找上龙九，说如果你不认罪，你女儿也活不了。于是龙九接受了自己的命运。电影从这一刻起突然充满童话色彩，整个监狱联合起来，要为龙九制作一个热气球逃狱。在圣歌会这天，龙九和女儿带着所有人的祝愿，搭乘热气球出发，没人阻拦他们。狱警笑了，队长也笑了，他们都希望龙九和女儿好好活下去，他们不属于这里。可童话终归要结束，热气球被铁丝挂住，出逃计划失败，但龙九和女儿并没有慌张，他们眺望着远处的夕阳，享受最后的温暖。行刑这天也是女儿的生日，她再度来到7号房，大家都准备了礼物，龙九还买到了水冰月书包，那是女儿的最爱。告别时，龙九和女儿互行跪拜礼，他们都很感激这辈子能做父女。看到这一幕，旁边坐着的大叔们再也忍不住，偷偷抹起了眼泪。狱警要带龙九走了，龙九像往常离开一样，对着女孩扮了个鬼脸，可刚走到拐角，他就瘫软在地。女孩希望爸爸像从前一样数到3就跳出来，可不管她怎么数，爸爸都没出现。阿爸！龙九突然清醒了，他才意识到这就是永别，他终于像个正常人一样嚎哭求救。可这一次没人救得了她。后来队长收养了女孩，抚养她长大。很多年后，女孩成为了一名律师，正直善良，就像龙九一样。他找到当年那群大叔，请他们出庭作证。他站在那儿，一遍遍为父亲辩护。最终，法庭终于宣判龙九无罪。故事的结尾，女孩走出监狱，在漫天大雪中抬起头，热气球上好像有对父女在冲她挥手。这一次，他们终于正大光明地飘走了。电影的结局并不完美，但龙九的爱感人至深。他是每一个父亲的缩影，不伟大，不崇高，却愿意为孩子放弃整个世界。就是这样的温暖，让我们前行的每一步都充满力量。